你们现在打开手机，满屏都是什么？ ChatGPT 又进化了， Sora 又震撼了，辉达股价又冲天了，所有人都像中了邪一样，在那狂欢，在那意淫。你们是不是还在幻想着 AI 将彻底改变世界，让一切变得智能高效，让你躺着就能把钱赚了？你们现在看到的一切根本就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集体催眠，一场彻头彻尾的虚假狂欢。你们以为自己在追逐未来，以为自己在拥抱科技起点，我告诉你，你们追逐的其实是一个正在撕裂全球能源体系，准备把普通人吸干抹净的饕餮巨兽。今天我要撕开这层画皮，带你们看看这所谓的 AI 盛世底下到底是怎样一副吃人的光景。当那个被你们奉为科技钢铁侠的马斯克，那个造火箭、造电动车狂人，都开始在公开场合眉头紧锁，亲口承认 AI 发展的最大瓶颈根本不是什么算力芯片，也不是什么人才，而是缺电。听到这句话时，你还敢说你懂 AI 吗？你还敢说你了解未来吗？所有人都盯着 AI 头顶那道耀眼的智能光环，看着屏幕上跳出的精妙回答，惊叹于那以假乱真的视频生成能力。但没有人，我再说一遍，几乎没有任何主流媒体敢直面它背后那个正在无限膨胀、深不见底的电力黑洞。我来给你们列几个让你们头皮发麻的数据，这些数据都被埋在财报的角落里，没人讲给你听。现在的 AI 训练主要靠的是辉达的 GPU， 特别是 H100 这种级别的核弹。在华盛顿州深夜的数据中心里，成千上万片 H100 GPU 为了训练下一个版本的 GPT， 它们不是在运行，它们是在燃烧。每一块芯片都在以700瓦甚至更高的功率满负荷运转，这还只是芯片本身的功耗。为了不让这些金贵的硅片烧毁，必须配套极其恐怖的散热系统。风冷，那早就过时了，现在是液冷。无数的电力被用来驱动冷却泵、压缩机。哪怕是 Sora 生成仅1秒钟的视频，你看着挺爽，你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吗？那短短1秒钟的运算消耗的电力竟然足够让1.7万个普通家庭用上一整天。这是什么概念？你发个朋友圈，稍微修个图，可能只费点手机电，但你用 AI 生成一段视频，远在千里之外的数据中心可能就烧掉了1吨煤。有人会反驳我，博主，你这就不懂了，芯片效率在提高啊，摩尔定律还在起作用啊，以后 AI 会越来越省电的。太天真了，这种想法简直就是韭菜思维的极致表现。这里我要给你们普及一个经济学概念，叫耶文斯悖论。这个悖论告诉我们，当一项技术提高了资源的使用效率时，我们对这项资源的消耗总量不仅不会减少，反而会报复性的增加。以前训练一个模型可能要烧掉一座小电站，现在芯片效率高了，训练成本低了一点，于是科技巨头们不是去省电，而是把模型做得大1000倍、10000倍。GPT-3 是1因750亿参数， GPT-4 据说已经是10000亿级别，未来的 GPT-5、6呢？参数量是指数级爆炸的。而且最坑爹的是什么？是推理端。大模型的训练可能就那么几个月，烧掉几亿度电，虽然恐怖，但好歹有个头。但推理，也就是你们每天用 ChatGPT 提问、用 AI 画图的过程，那是永无止境的。现在全球每天有数亿人在使用 AI 服务，每一次对话、每一次请求，后台的 GPU 都要疯狂运转一次。这就像什么？这就像以前你买辆车只付一次钱，现在你是买了一辆车，但每踩一脚油门都要烧掉一块金砖，而且这辆车永远不熄火，24小时待机。根据最保守的预测，到2027年，全球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量将占到全球总用电量的 7.5% 以上。要知道，整个比特币挖矿产业被全世界口诛笔伐，也不过才占了 0.5% 左右。
AI 这头怪兽体量是比特币的几十倍、上百倍。它不是一只温顺的电老虎，它是一头不知疲倦、永远饥饿、吞噬一切电能的哥斯拉。我们今天所面临的 AI 电力危机，难道不是曾经无数次能源短缺危机的21世纪翻版吗？甚至比那更凶险。从煤炭到石油，再到电力，回溯到19世纪工业革命，蒸汽机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，但也带来了对煤炭近乎贪婪的攫取。伦敦之所以叫雾都，那就是被煤烟熏出来的。那时候煤炭就是命，为了煤炭，资本家可以把童工送进暗无天日的矿井，可以把整条河流染成黑色。进入20世纪，石油成为了工业的血液。为了石油，人类打了多少仗？中东的战火烧了几十年，哪一次背后没有石油的影子？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直接让西方经济停摆，通胀上天。而今天21世纪的 AI 革命，本质上就是一场对电力的极限掠夺，隐蔽的掠夺。以前的能源危机你能看得见摸得着，油价涨了你去加油站会心疼，煤炭缺了冬天暖气不热你会冻得哆嗦。但 AI 带来的电力危机被极其狡猾地隐藏起来了，它隐藏在那些高大上的云端概念里，隐藏在那些极简主义设计的 App 界面下。那些科技巨头告诉你，一切都在云上，轻量、便捷、环保。云端不是挂在天上的棉花糖，云端是建在地面上的，由钢筋混凝土和千万根电缆构成的巨型工厂。那里面的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，热浪滚滚。当你在享受智能生活的时候，你根本感觉不到你正在透支地球的能源储备。这就像你在餐厅吃霸王餐，吃得满嘴流油，却不知道账单正在以你无法想象的速度累积，而且最终一定会送到你手里。基础设施的绝望错配。更可怕的是什么？是我们的基础设施根本跟不上。AI 的发展速度是按周计算的，模型迭代快得惊人。但是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按10年计算的，建一个数据中心，快的话2年就能搞定。但是要给这个数据中心拉一根足够粗的高压输电线，需要多久？在美国，平均需要8到10年。要建一座新的发电厂，需要5到8年。这中间有着巨大的、无法跨越的时间鸿沟。现在的电网系统，大部分是上个世纪建的，甚至是50-60年前的老古董。他们就像一个患有高血压、动脉硬化的老人。你现在非要给这个老人注射兴奋剂，让他去跑100米冲刺，去扛起 AI 这头大象，结果会是什么？结果就是电网崩溃，变压器爆炸，大规模停电。现在美国很多地方新建的数据中心想接电，对不起，排队。排到哪一年？排到2030年以后。这根本不是什么发展中的阵痛，这是物理规律对人类贪婪的无情嘲弄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说到这，肯定有环保小清新要跳出来了。博主，你太悲观了，我们有新能源啊，风能、太阳能，清洁又环保，把沙漠铺满光伏板不就行了吗？如果你真信了这套鬼话，那你就是被那些 ESG 报告洗脑洗傻了。我今天就给你们上一堂硬核的电力工程课。AI 要的是机核，不是垃圾电。AI 数据中心对电力的要求和你们家灯泡对电力的要求完全是2个维度的概念。AI 训练一旦开始，就像高速飞驰的列车，绝对不能停。
数万张显卡必须同步协同工作，哪怕中间断电 0.1 秒，整个训练过程可能就报废了，几千万美元的投入瞬间打水漂。所以数据中心要求的是 99.999% 的稳定性，这叫5个9。而风能和太阳能呢？风能，风来上班，风走摸鱼，全年的有效利用小时数极低，利用率撑死 30% 至 40%。光伏，白天打卡，晚上睡觉，阴天旷工，利用率更惨，只有 20% 左右。这在电力行业里被称为间歇性电源，说难听点就是垃圾电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它下一秒还有没有。2. 储能是个无底洞。有人说用电池存起来不就行了吗？兄弟，你知道现在的电池有多贵吗？你知道要储存支撑一个几瓦级 GW 数据中心运行1晚上的电量需要多少电池吗？那得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锂电池阵列。而且锂矿资源也是有限的，电池也是有寿命的。加州搞了个 NEM 3.0 政策，直接把户用光伏的收益砍废了，就是因为发现光伏太多，电网根本消纳不了，反而造成了巨大的调节压力，这就叫鸭子曲线。对于科技巨头来说，靠风光加储能来给 AI 供电，成本高到能让他们破产，而且风险极高。没有哪个搞 AI 的敢把身家性命压在明天的天气预报上。3. 绿色掩护下的肮脏交易。所以当那些巨头在发布会上吹嘘自己 100% 使用清洁能源时，他们通常是在玩文字游戏。他们是买了大量的绿证、碳信用额度来抵消账面上的碳排放，但实际上他们的数据中心很可能还是接在烧煤、烧气的火电厂上，因为只有火电和核电才能提供那种稳如老狗的集合电力。别再被那些绿色的 PPT 骗了，在物理法则面前，情怀一文不值。既然风光靠不住，煤电又被环保大棒打压，那 AI 的未来在哪里？答案只有一个，也是现在所有巨头都在疯狂压住的终极赛道——核电。1. 硅谷变身核谷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最近这1年，科技圈的新闻画风变了？微软直接去找了星座能源公司 Constellation Energy， 签了一份长达20年的购电协议。为了这份协议，他们甚至要重启那座著名的、曾经发生过事故的3里岛核电站。你感谢？比尔·盖茨自己更是满世界推销他的泰拉能源 TerraPower 搞第4代核电。亚马逊直接砸下 6.5 亿美元，在宾夕法尼亚州买下了一个紧邻核电站的数据中心园区。为什么？因为可以直接从核电站拉专线供电，绕过那个拥堵不堪的公共电网。谷歌也不甘示弱，下单买了好几个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 SMR。OpenAI 的那个奥特曼 Sam Altman 更是激进，直接投资核聚变公司 Helion Energy。虽然核聚变还很遥远，但它已经急不可耐了。2. 为什么必须是核电？核电就是能源界的6边形战士，能量密度极高，一指甲盖大小的油释放的能量相当于1吨煤，稳定性极强，全年利用率可以达到 90% 以上，不用看老天爷脸色，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严寒酷暑，它都在那稳定输出。零碳排放，这完美契合了政治正确的环保要求。在巨头们眼里，核电不仅仅是能源，它是战略资产，它是 AI 时代的粮食。3小堆 SMR 的野望。现在最火的概念叫 SMR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，这玩意儿就像是把巨大的核电站缩小了，做成模块化，可以像搭积木一样直接建在数据中心旁边。想象一下这个画面，未来每一个大型 AI 算力中心旁边都蹲着几个袖珍核电站，这简直就是给 AI 插上了一个永动机充电宝。但这背后的代价是什么？是核扩散的风险，是核废料处理的难题，是安全隐患。
但在万亿级别的 AI 霸权争夺战面前，巨头们已经顾不上这些了。他们正在把核能这一国之重器私有化、商业化。说了这么多技术和宏观，最后我们落地，说说这跟我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？这关系可太大了。你的钱包正在不知不觉中被这只巨手掏空。你的电费为谁而涨？电力市场是一个零和博弈，发电总量在短期内是固定的。当科技巨头的数据中心像饿狼一样扑向电力资源，不仅把电量吸干，还把电网容量占满时，留给民用和普通工业的电就会变少，变得不稳定。根据经济学最基本的供需原理，需求暴增，供给跟不上，价格必然暴涨。美国有些地方的居民电费已经开始飙升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电力公司为了满足数据中心的需求，必须花巨资升级电网、建新电厂。这些巨额的基建成本 CapEx， 你以为是科技巨头全掏吗？错。在美国的公用事业体制下，这些成本是分摊到所有用户头上的。也就是说，是为了让 ChatGPT 能陪你聊天，为了让 Sora 能生成视频，你家每个月的电费单可能要翻倍。这是赤裸裸的财富转移，是用公共资源补贴私人巨头的利润。制造业的噩梦。电价上涨，倒霉的不只是居民，还有实体制造业。工厂要用电吧？机床要转吧？如果电价因为 AI 飙升，那些本来利润就薄如纸的传统制造业还怎么活？只能涨价或者关门。这会导致什么？会导致通货膨胀，会导致万物涨价。因为电是所有商品的原材料。面粉贵了，面包能不贵吗？钢铁贵了，汽车能不贵吗？所以 AI 引发的电力危机最终会通过通胀的链条传导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你买的菜，你穿的衣服，你坐的车都会因为 AI 而变贵。阶层固化。更可怕的是，这会加剧阶层固化。有钱人、大公司，他们有能力建自己的能源系统，他们可以用得起昂贵的 AI 服务来提高效率，赚更多的钱。而普通人、小公司不仅要承担高昂的电价，还要面临被 AI 取代工作的风险。这简直就是双重收割。放眼全球，这场 AI 电力战已经上升到了地缘政治的高度。未来，算力就是新的石油，就是新的黄金。谁掌握了算力，谁就掌握了定义未来的权利。而算力的背后是电力。现在的地缘政治博弈已经开始围绕着能源加数据展开。各国都在拼命保护自己的电力安全，甚至可能会为了抢夺油矿资源、抢夺清洁能源技术而爆发冲突。这不是危言耸听。当 AI 成为军备竞赛的核心，为其功能的手段就会变得无所不用其极。讲了这么多，你们听懂了吗？我今天不是来制造焦虑的，我是来帮你们祛魅的。这个世界从不缺少鼓吹者，他们拿着精美的 PPT 站在聚光灯下，告诉你未来有多美好， AI 有多神奇。他们想让你沉醉在那个虚幻的梦里，乖乖地交出你的注意力，交出你的数据，交出你的钱包。但真相是冰冷的。 AI 与核电的双向奔赴，不是什么科技浪漫，而是人类在能源墙面前的困兽之斗。给各位几条实在的建议。别盲目迷信 AI 万能论， AI 是工具，也是吞金兽。用它的时候，想想背后的成本。别被那些 AI 焦虑裹挟着去买什么天价课程，那都是割韭菜的镰刀。关注能源赛道。如果你要投资，别光盯着那些泡沫上天的 AI 概念股，去看看那些搞核电的、搞电网设备的、搞特高压的、搞铜矿、电缆需要大量铜的。那是铲子，那是水。淘金的人可能会死，卖水的永远赚钱。
3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。这里的苦指的是能源成本上升带来的生活成本压力。珍惜现在的低电价吧，这可能是最后的黄昏。4、保持独立思考，这是我最想说的。在这个信息爆炸、真假难辨的时代，一定要保留一份质疑的能力。当所有人都在狂欢时，你要懂得往后退一步，看看地板下是不是已经埋好了炸药。最后，我想用电影《黑客帝国》里的一个设定来结尾。在那个被机器统治的世界里，人类是什么？人类不再是万物之灵，人类被装在营养舱里，身上插满管子，变成了给机器提供生物电的干电池。虽然我们还没到那一步，但在某种意义上，现在的我们正在变成 AI 这台巨型机器的数字干电池。我们贡献数据来训练它，我们支付电费来供养它，我们消耗注意力来喂养它。别让自己真的变成了一节废弃的电池，用完了就被扔进垃圾堆。看清真相，守住你的筹码。在这场巨变中，不做待宰的羔羊，这才是我们普通人唯一的出路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